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免费的虚拟主机，就是这个 Hostinger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它的这么一个官网啊，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要首先把它翻译成简体中文，要不然呢，我们就完全看不明白它，因为龙哥的英语也是不好的。这里显示可靠的免费无线虚拟主机，这个虚拟主机呢，号称流量和硬盘是无线的，实际测试下来的话，硬盘大概只有5G 左右啊，但是它的一个流量是免费的。我们往下拉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免费托管，了解更多，点击一下，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详细信息了啊。它的一个每月宽带是无线的，它的磁盘、微波空间是无线的，它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是免费的。还有一个站点是无线的，还有无线子域名哦，包括数据库啊，还提供给我们一个 FTP 的一个账户，还有给我们的一个免费域名。我们实测下来的话，这个子域名是可以无线的注册的，后缀的话可能大概有20多个吧。还有一个数据库，这里有一个网站构建器，还有一个自动应用的程序安装程序，还有浏览器文件管理器。小伙伴们可以进来自己看一下啊，它的网站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，大家也可以暂停视频，一步一步跟龙哥一起来操作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一个登记，这里填写我们一个用户名，还有我们的一个邮箱、密码、验证码。我们填写过后就直接点击注册。因为龙哥这个账户是已经注册好了啊，之前，所以你们点击注册过后，它这上面就会显示要我们在电子邮箱去集合，而且它已经发送给我们这个邮箱。那我们点击邮箱过后，在垃圾邮箱里面就可以看到已经发送邮箱，要我们点击下面这个连接地址去集合就可以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在这里的话，你点击集合连接点进来过后，你们没有注册的，在这里就会提示我们的账号已经集合了。那点击过后呢，它会自动弹出这个页面。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账户现在已经集合，这是我们的用户名、密码，还会给我们一个 FTP 的一个账号，用你的网站网址，还有下面感谢你选择我们托管你的网站。我们回到这个邮箱，打开这里可以看到他把我们的账号、密码都已经发到我们这个邮箱这里面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下面这个连接进行一个登录，点击就会来到这么一个登录界面，输入我们的账号、密码，这个是英文的啊，我们可以改成简体中文。我们点击登录，点击登录过后呢，它会弹入一个我同意的一个界面啊。龙哥因为这个已经是登录过的，它就没有显示同意的一个界面，它就直接来到了它的一个面板啊。那右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机的类型、免费主机，还有一个 FTP 的一个账号，它提供了一个子域名，它是一个无线的啊，它默认了给我们一个子域名，绑定域名也是无线的，在这里的数据库也是无线的，这里的硬盘空间呢，它是一个5GB 的啊。不过呢，这个5GB 对于我们日常学习或者用来测试已经非常足够了啊。下面就是一个流量配额，它也是一个无线的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面板的整体内容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网站的设置啊。下面有一个文件管理器，我们点进去看一下，这里我们可以上传我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件啊，它应该就存在这个 CT-DOS 里面，提示在这里面上传的它的一个文件，这里我们有文件直接上传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磁盘使用情况，我们点击进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呢，它可以监测我们的磁盘的使用情况啊。它这里也是一个饼状的一个图形，还是非常直观的啊。接下来这里我们还有一个 FTP 的下载软件啊，我们都可以打开看一下。免费 FTP 客户端的下载，英文版的、中文版的，可到90 IT 资讯站看教程。FTP 客户端可以用来上传、下载你的计算机文件。我们推荐初学者使用 FTP 的客户端来管理你的网站，可以快捷的管理文件，设置后不用输入账号、密码即可连接，这是不是非常 nice？ 这下面都是他们推荐的一个 FTP 英文客户端的啊，小伙伴们想学习更多的都可以在这里来点进去学习啊。只有我们自己一步一步亲自来体验了，我们是不是就多学了一点东西？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备份，我们点进来看一下。进来之后呢，
它这里会教你如何在网站上面数据备份。备份是管理网站最重要的步骤。你的任务如果是备份、创建或管理空间账户，那这下面就是教你如何备份网站文件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做到的，如果我们不备份文件，某一天因为不小心操作或者电脑有问题，那有可能我们网站创建到一半，数据是不是丢失了？所以我们的备份是非常重要的。备份需要做些什么？一个完整的备份，你需要备份你的网站数据后 SPI 数据库。它这里给我们了2个步骤啊。步骤1，网站数据备份，使用 FTP 连接到你的空间管理文件，进入这个 TDOS 文件夹。此文件夹可能在你的域名文件夹里面，下载 TDOS 文件夹内所有的文件到你的计算机上面。也就是说，用FTP 的文件导入到你的电脑上面。大家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在这里自行的一个查看啊。那步骤2呢，就是一个 MySQL 的一个大数据库备份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个数据库啊。这个大数据库这里面有一个在线管理 SPI，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。如果你需要对你的数据库进行管理的话，大家选这个就可以了啊。那我们鼠标再往下滑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，可以看到一个域名，域名这里可以绑定域名，绑定子域名。我们选择绑定域名，我们点进去看一下。那这进来是英文啊，我们看不懂的话，我们可以安装一个沉浸翻译，非常简单的，直接就显示中文了啊。这样我们看起来就非常友好了。在绑定域名这里，我们可以看见它教了我们如何绑定域名。在我们1级域名的服务后台 DNS 成它提供的这2个 DNS 服务器，在下面呢修改成插件域名，或者在这里注册一个新域名，大家平时基本上都用不到啊。那我们看一下绑定子域名，同样的我们翻译一下。那我们进来过后就可以创建我们的一个子域名。我们看一下，子域名是你网站不同部分的 URL， 他们使用你的主域名和一个前缀。例如你的域名是这个名字啊，那么它的子域名可能是这个。子域名与你的账户 TDOS 录入相关，系统会创建一个与子域名同名的文件夹，供你上传网站文件。每个子域名都是一个全新的独一无二的网站，这个是不是非常厉害了？它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创建无限的子域名，这样你就可以使用无限个网站，是不是非常 nice？ 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创建我们的一个子域名啊。在创建子域名这后面，我们大家都可以，它有很多后缀啊，都可以选择不同的后缀。这里我大概数了一下，差不多有20个不一样的后缀啊。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就可以了。比如说这个 TUME 名字的话，我们就这边自己小龙一，我们点击创建。那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主域名，这下面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一个子域名，这是我们的子域名的地址。比如我们在这里再创建一个，又变成英文了啊，我们再翻译一下，我们后缀再选一个吧，22小龙2吧，再点创建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马上就给我们创建了啊，第2个子域名。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多创建几个子域名啊。那我们在鼠标往下拉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指标，在指标里面有个虚拟主机统计，我们点进去看一下。这里面给我们统计的是虚拟主机的每一种信息啊，像这里的流量啊，还有磁盘空间的大小啊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自行来学习一下。那指标里面还有一个错误日志啊，大家可以自行进去看一下，还有一个 PHP 的信息，还有一个访问日志。这里面小伙伴可以自行进来去对每一项了解学习更多。再接下来还有一个安全 IP 组织程序，我们点进去看一下。那 IP 拒绝了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添加删除被拒绝访问的 IP 地址或 IP 地址范围。首先在下面选择你想要影响的域名，你可以在这下面选择修改 IP 地址块，这些都是可以的啊，功能还是非常齐全的啊。这个网站什么都可以让你操作，还有一个 SSL、TSL，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再往下看，我们看到有一个软件，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安装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软件。比如说我们选择第2个安装程序，那点进来过后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安装不同的软件程序啊，也就是我们想要哪一个，
我们就安装哪一个就 OK 了。比如说单模光纤、开放房地产、剪辑通、画廊。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安装软件啊。我们就直接选择安装一个 WordPress 吧，因为这是我相信大家建网站最常用的一个软件啊。我们就点第一个安装，我们选安装地址啊，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子域名，那我们就选小龙1。这里面版本的话，我们选个 6.7.2 的吧，就不选最新的，选一个稍微老一点的。在下面就是一个网站的名称，这个就随便乱取一个啊，比如说网站自学室，下面一个副标题就无所谓了。那么在这里演示就随便写一个吧。这里管理员的名字啊，我们就随便写个小龙吧。管理员的密码，我们这里就随便设置一个吧。这个邮箱就用我们的注册邮箱就好了啊。在这个下面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管理插件集啊，也就是选择插件。大家可以在这里有需要什么样的，你就可以安装一个备份插件。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安装一个备份插件，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啊。我就勾一个拖放式的网站构建器吧，还有一个文件管理器。在右边这个语言这里，我们就选个简体中文吧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，点击安装 OK。它这个安装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。检查提交数据8%、10%，可能要等个几分钟吧。那还是很快的啊，1分钟。恭喜软件安装成功。WordPress 6.7 这个版本已经安装于我们小龙2.25服务器，管理地址就是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查看WordPress安装成功没有啊？就点击它一个后台，我们看看。那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啊，是不是非常的快 ？WordPress 已经安装成功，我们也可以正常访问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刚才在装这个 WordPress 的时候，如果有给它安装2个插件啊，就是备份的插件，我们点击插件这里可以看到这2个已经安装成功了啊。帮它勾选上，点击启用批量操作，这里启用点击个应用，这2个插件我们就可以在 WordPress 里面直接使用了。关于 WordPress， 我之前也有简单介绍它的一个后台设置啊，怎么运用 Elementor 来搭建网站，前面也出过2期教程啊，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去看一下。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发表文章啊，点击一下文章，一个写文章，提交就 OK 了啊。在这里面自行去写你想要的输出的内容。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你想发表什么都是 OK 的啊，也是使用起来非常流畅的啊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比如说还有更换它的一些主题啊，都是没问题的啊。好了，影片说到现在，给大家分享了这个 Hostinger 它这个虚拟主机的注册。同时呢，我也在上面安装了一个 WordPress 啊，虚拟主机功能还是非常多的。它提供了全球比较实用的这个操作面板啊，就是这个 Separa 的操作面板。这个虚拟主机提供了流量无限的，对于我们刚想学创建网站的同学还是绰绰有余了哈。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搭建一个简单的博客啦，或者一个简单的论坛啦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这上面的功能也是非常多的哦。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一再演示了，我们有需要的小伙伴们自行进来点击查看学习，这样对你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。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撑出你们发财的小手，不妨给博主点击一下咯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错过下期视频。你们的鼓励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视频再见。